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？还是说一切都只是我们的幻想，由恐惧与未知编织而成的故事？今天随着我一起走进泰国曼谷郊外的古屋，一座传说中闹鬼最凶的地方。这座房子不仅有着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，还隐藏着关于一场火灾和一个家庭毁灭的恐怖真相。这里曾是一位富商的家，但多年前的一场大火夺走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生命。从那以后，关于这座房子的传闻从未停止。夜晚的哭声，窗前的黑影，无数失踪或疯掉的访客，让古屋成为了一个避之不及的诅咒之地。这场灵异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被埋藏多年的真相。这是一个关于怨念、复仇和解脱的故事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。你准备好跟我一起进入古屋了吗？曼谷郊外的荒地上伫立着一座独立住宅，似乎是被时间遗忘的遗迹。它的屋顶因年久失修而塌陷了一角，苔藓从缝隙间滋长，墙体被大片爬藤覆盖，如同一张斑驳的绿毯，将它与外界隔绝。周围的野草疯长，掩盖了原本的石板小路，偶尔几声鸟鸣打破沉寂，却更显诡谲。这座房子被当地人称为古屋，传言中这里曾是一个富裕家庭的温馨居所。然而许多年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了这座房子和它的主人。火灾发生的诡异且迅速，据目击者称，火焰并未蔓延到临近的树木，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专注地将愤怒倾泻在屋内。等到火被扑灭时，屋主一家三口的遗体已经面目全非，现场留下的唯一线索是一个烧焦的相框，里面的照片被烤得模糊，勉强能看出一家人的轮廓。之后这座宅子被多次转手，价格一降再降，却始终无人久居。每一个试图定居于此的人，不是草草离去，便是带着疯狂的神色消失。邻居们耳语中流传着种种说法，有的说他们曾在深夜听到从房屋里传出的低气声，也有的说夜晚经过时总能在2楼窗户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似乎在凝望着某个方向。多年后，房屋渐渐被人遗忘，偶尔有猎奇的年轻人试图闯入，却总在屋内失魂落魄地逃出。他们回来时的模样令人毛骨悚然，有的人一言不发，有的人声称看到了焦黑的手印出现在镜子上，还有人低声喃喃着什么，没人听得清。有人说火灾并非意外，而是一种诅咒。也有人坚信这房子埋藏着某种见不得光的秘密。可惜无论是真相还是传闻，都随着岁月一同被尘封在古屋的墙壁里。这片荒地如今成了司机不愿经过的捷径，路人宁可绕远也不想靠近。而房子周围那野草丛生的地界被看作是一道无形的边界，跨过这条线便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没有归途的世界。苏妮，一位满怀激情的年轻记者，素以挑战灵异传闻而闻名。最近他的节目因曝光了一座闹鬼旅馆而一夜爆红，这让他更加坚定，要通过探秘臭名昭著的古屋巩固自己的声誉。古屋听起来不过是一座废弃的老房子，哪有传的那么邪乎？说不定是那些离奇失踪的房客忘了交房租，干脆编了个鬼故事跑掉了。他一边整理摄影设备，一边对朋友泰拉开着玩笑：苏妮，别太掉以轻心。泰拉皱着眉，小声提醒：我听说真有些人进去后就没再出来过。还有，放心吧，我只进去拍些照片，顶多录个几小时视频，不会出事的。苏妮摆摆手，语气轻松，但内心却隐隐有些期待。古屋的传闻虽然荒诞，却似乎藏着某种真实的秘密，而他的职业敏感告诉他，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苏妮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午后驱车抵达了古屋，他停好车，四下望去，周围空旷无比，
只有风卷着干枯的野草发出沙沙声。抬头看向房子，他不禁感到一丝异样的寒意。孤屋静默地矗立在荒地中央，仿佛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宣告自己的存在。大门半掩，微微摇晃，发出吱呀的声响，如同一声幽怨的叹息。真是气氛满分。苏妮深吸一口气，扛起设备朝古屋走去。风变得更加凌厉，掠过他的耳边，仿佛带着低声的耳语。他甩了甩头，自嘲地笑了笑。我该少看点恐怖片。他伸手推开那扇生锈的门，门轴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像是一声警告。门内的黑暗吞没了他的影子。打开手电筒的瞬间，光柱切割了阴影，将屋内陈设一览无遗。破旧的家具东倒西歪，却依稀还能看出曾经的生活痕迹。客厅的木桌上摆着一个烧焦的烛台，周围散落着几片残留的蜡类。墙角堆着一台破损的收音机，外壳一开裂，露出锈迹斑斑的内部零件。苏妮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房间中格外清晰，每一步都像是被放大了数倍，似乎有另一个声音在暗中模仿。他的目光被一个镜子吸引住了，镜子挂在墙角，玻璃布满裂纹，勉强还能映出影像。苏妮走近看了看，镜中反射出的影像微微扭曲，她的轮廓显得模糊不清，仿佛不属于这里。镜子真是恐怖片的标配。他拿出相机对准镜子拍摄，镜头下的画面却比肉眼看到的更加怪异，裂纹间似乎隐藏着某种移动的阴影，一闪而过。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继续巡视屋内。客厅的墙壁上贴着几张烧焦的旧照片，照片上的人脸已经模糊不清，唯独一双眼睛仿佛在注视着他。苏妮凑近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股凉意，像是有人正在盯着他。他猛地回头，身后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他刚刚推开的门，此刻已经静静地关上了。风吹的吧，他自言自语，但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。苏妮回到客厅，打开摄像机开始录制。他的镜头缓慢扫过房间，记录下每一个细节，桌上的烧痕，墙上的照片，裂纹密布的镜子。然而当他低头检查画面时，屏幕上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黑影。黑影并非来自他的光线投射，而是悬在镜头中央，如同一道站立的人影。他将镜头抬起再放下，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苏妮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但理智告诉他，这可能是设备故障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咽下那份莫名的恐惧。我可不会被自己吓到，他喃喃说道，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听上去有些虚弱。风从窗缝中挤入，带来一阵低沉的呜咽声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声叹息。苏妮猛地回头，2楼的楼梯口在手电筒的光下显得格外阴森，那里的阴影似乎比其他地方更加浓重，像是在等待他靠近。有故事的地方总是藏在最隐秘的角落。他低声自语，拾起设备朝楼梯走去。楼梯在他每一步踏上去时发出咯吱的声音，仿佛在抗议他的闯入。苏妮握紧手电筒，心里竟然升起了一种不合时宜的预感。这次采访似乎将他带到了某个不该来的地方。当夜，苏妮坐在酒店的昏黄灯光下，将古屋的拍摄素材一一导入电脑。画面中，古屋的每一处细节都被记录了清清楚楚，烧焦的桌面，裂纹密布的镜子，模糊的旧照片，一切看上去静止而死寂，仿佛是一段无声的历史。然而当他将镜头的画面定格在2楼的楼梯口时，屏幕上却出现了一道异样的黑影。那黑影模糊而诡谲，隐隐能看出轮廓是一个女人的身形，穿着旧时的白色长裙，静静站在楼梯顶端。苏妮调高亮度，试图看得更清楚，却发现黑影的细节愈发模糊，唯有一丝诡异的微笑从她长发下显露出来，灰白的嘴角上扬，既不温暖也不友好。她的手顿在鼠标上，背脊升起一阵寒意。可能是光线问题，苏妮低声安慰自己，但她无法忽视黑影的存在与传闻中古屋的鬼影完美重合。
他重放了几次画面，发现每次黑影都静止不动，但当他拖动时间轴时，那微笑似乎会随着进度条的滑动而加深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涌上心头。他啪地关掉了视频窗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这只是设备出了问题。次日清晨，苏妮翻阅了从档案馆调取的资料。这座孤屋最初属于一个富裕的商人，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旧报纸的火灾报道中。根据资料，商人拥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和一个年仅8岁的儿子。然而，这个家庭的美满不过是表象。报纸隐晦提及，火灾前夕，邻居曾听到屋内传出激烈的争吵。继续往下翻，苏妮发现了一则流传甚广的传闻：商人的妻子与一名外地来的年轻男子有染。商人发现后暴怒不已，有人说那场火是商人一时冲动引发的，也有人说是妻子为了掩盖情人身份而点燃了致命的火焰。不管真相如何，火灾的迅猛与诡异让人不得不怀疑有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其中。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，档案中还有一个细节：妻子的尸体在火灾现场被发现时，面部被火焰严重扭曲，嘴角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，甚至吓坏了负责清理现场的救援人员。灰白的嘴角笑容，苏妮的手指停在报纸上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视频中黑影的诡异的表情。他的调查还揭露了更多关于故屋的诡异事件。火灾后，曾有几人租户住进故屋，但无一例外都在短时间内搬走。他们中有人声称，夜晚会听到楼上传来拖曳的脚步声，还会隐约听到一个女人低声呢喃着什么，内容模糊，但语调仿佛充满怨恨。有胆大的年轻人试图夜探故屋，却在镜子中看到一个身着白裙的女人站在他们身后，随即夺门而逃。还有人说，这名女人的灵魂并未停止徘徊，她仍在故屋中寻找丈夫的情人，并对任何进入屋子的人保持敌意，仿佛每一个外来者都可能是那个情人。传闻真假难辨，但每一条都在暗示着一个可能：故屋不是单纯的遗迹，而是一个冤念未解的诅咒之地。尽管这些发现让苏妮感到不安，但她内心却更加坚定。鬼影也好，怨念也罢，这背后一定有某种尚未解开的真相。她对自己说。她决定带着更加专业的设备，再次进入故屋，寻找线索。就在她合上档案时，一阵风突然掠过，桌上的报纸被吹起一页，露出一张模糊的照片。一位女人穿着长裙站在故屋门口，微微低着头，长发垂落遮住了脸庞。照片中的女人仿佛在凝视着某处。苏妮的心跳加快，手不由自主地轻触照片，指尖传来一丝冰凉。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却忍不住将照片加入笔记本中。那难道，也许这一次我能揭开谜底？但她没有注意到照片背后的一行小字隐约可见，自己曾经有阴森，你会后悔的第二案。苏妮再次来到故屋，相比第一次，她多了一些紧张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黑影的出现，档案中的细节，让她确信这次探访可能揭开尘封多年的真相。月色将故屋包裹得更加阴冷，她站在门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推开那扇半掩的门。门轴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，仿佛在警告他不该回来。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室内，苏妮立刻察觉到房屋的变化。第一晚拍摄时，所有窗户都紧闭，而此刻几扇窗户无声地敞开着，寒风穿堂而过，带着一种刺骨的凉意。他低头查看地面，原本布满灰尘的地板上，清晰可见凌乱的脚印，有些印记甚至叠压在他第一晚留下的痕迹之上。苏妮蹲下身，伸手触摸其中一个脚印，灰尘覆盖的触感冰凉异常。这些脚印的形状奇怪，不像是鞋底的痕迹，更像是光脚踩下了，脚趾处深浅不一，仿佛有人赤脚在屋内游荡。他心里开始不安，但还是强迫自己冷静，举起摄影机开始录制。故屋第二栏，室内有异常变化。窗户打开，
地板上的脚印可能显示有人在我离开后进入过这里。继续探索，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，但颤抖的尾音暴露了他的内心。苏妮缓步走上2楼，脚踩在木质楼梯上的声音被放大成沉闷的咯吱声，像是回应他的每一步。2楼的走廊中散发着一股轻微的焦臭味，墙壁上模糊的烟熏痕迹更加明显，像是某种燃烧后的爪印。他推开卧室的门，手电的光束立即落在墙上的几张旧照片上，照片纸已经泛黄，但仍能辨认出一些人影。苏妮凑近观察，发现这些照片中的女人有着长长的头发，面目模糊，却隐隐与视频中捕捉到的黑影轮廓极为相似。她拿出相机，将镜头对准照片拍摄。透过相机屏幕，她竟发现照片上的女人似乎在微微移动。她惊得愣了一瞬，连忙放下相机，再看照片里的一切都静止不动。是我太紧张了吗？她呢喃道，但心跳却越来越快。就在这时，她身后的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咯吱声，缓缓关上。苏妮猛地转过身，手电光照向门口，那里空无一人，但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。是谁？她声音颤抖，试图掩饰恐惧。如果有人在这里，出来吧。我只是个记者，没恶意。回应他的是一片死寂。他试图平复心情，重新打开门，但手刚触到门把手时，一阵低低的男声从耳边传来，声音模糊而嘶哑，用泰语重复着一句话，意思就是你是他吗？苏妮猛地退后几步，胸口急剧起伏，双眼飞快地扫视四周，但光线所及之处依旧没有人影。那男声没有停止，反而越来越近，声音从耳语变成了刺耳的尖叫，尖叫中带着愤怒、痛苦和某种压抑不住的恨意，充斥了整个房间。苏妮被震得捂住耳朵，蹲在地上，手中的手电筒掉在地板上滚动几圈，光柱混乱地扫过房间。她的目光跟随手电筒的光束停在了墙角的镜子上，镜子中的裂纹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显得尤为狰狞，但它映出的不仅是苏妮的影像，在她身后，一个身着白色长裙的女人无声地站立着。女人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张苍白的嘴角，嘴角缓缓扬起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你是她，对吗？女人的嘴唇微微开合，声音与尖叫重叠，回荡在苏妮的耳边。啊！苏妮尖叫着转身，但身后什么也没有，镜中的女人却依然存在，甚至微微抬起手，仿佛要穿透镜子，直接抓向苏妮的肩膀。惊恐至极的苏妮不顾一切地冲出卧室，手电筒的光在奔跑中摇晃，楼梯上的木板发出咔嚓的断裂声，仿佛在阻止她离开。跑到楼下时，她急促地喘息着，回头望向2楼，楼梯口的黑暗中仿佛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一双空洞的眼睛正注视着她。别再回来了！一道低沉的声音混杂在风声中，听不清是威胁还是警告。苏妮踉跄着跑出古屋，直到关上车门，她才发现自己浑身湿透，后背已被冷汗浸湿。那到底是什么？她颤抖着双手启动了引擎。古屋的门在后视镜中静静关上，仿佛从未打开过，而2楼的窗户里隐约可见一张熟悉的白影。他的心中满是疑问，但更深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。苏妮慌乱地冲下楼梯，脚步因过度紧张而踉跄，楼梯的木板在她的踩踏下发出刺耳的裂响，每一步都像是与身后的某种东西赛跑，而那种紧随其后的脚步声缓慢却沉重，仿佛刻意保持距离，却让她无法摆脱。她的手电筒开始不安分地闪烁，时明时暗，摇曳的光线在墙壁上投射出扭曲的影子，如同深渊里伸出的手臂在试探着抓住她。快到门口了，她喘着粗气低声对自己说，试图压下涌上喉咙的恐惧。就在她即将跑到门口时，眼前的景象突然发生了变化。四周的墙壁上缓缓浮现出焦黑的手印，手指细长而扭曲，像是在控诉，又像是在挣扎。
那些手印仿佛是活的一般，缓缓向下流动，形成了如泪痕般的胶痕纹路。苏妮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地板望去，冰冷的木板上赫然出现了滴滴红色液体，它们似乎从屋顶滴下，溅在地面，逐渐连成一条蜿蜒的血迹。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手电筒，喉咙因过度紧张而发干，胸口的起伏越来越剧烈，甚至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他听见一阵低沉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却无法确定声音的来源。就在他试图伸手拉开门时，一种冰冷的力量突然从背后压住了他的肩膀。那种感觉不是轻飘飘的，而是沉重而压迫，仿佛一只冰凉的手掌正缓缓用力，试图将他拖回黑暗中。他拼命挣扎，却感觉脖子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喉咙发出窒息般的咯咯声。他的身体被迫后退，最终站定在客厅中央，而客厅的镜子不知何时又重新完好的挂在墙上，裂纹依旧，但玻璃清晰地映出整个房间和苏妮颤抖的身影。苏妮的眼神不由自主地被镜子吸引，她勉强喘息着，试图挪开视线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。镜子里，她的身后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女人穿着烧焦的白色长裙，皮肤上满是焦痕，裸露的肌肤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冒着缕缕青烟。那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是诡异的笑容，嘴角高高扬起，双眼深陷，空洞的仿佛在注视着无底深渊。别靠近！苏妮几乎是无声地喊了出来。镜中的女人却缓缓抬起手，伸向苏妮的肩膀，她的指尖交挥枯手，每向前挪动一寸，镜中的裂纹便如蛛网般蔓延，似乎要将整个房间吞噬。苏妮瞪大了眼睛，不敢回头，但她清楚地感受到，那手并不只是镜中的幻象，它已然触碰到她的皮肤。那冰凉而粗糙的感觉，带着焚烧后的气息，瞬间让她的全身如坠冰窖。离开这儿快！苏妮的意识在崩溃的边缘发出最后的呐喊。她猛然回头，但背后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阵寒冷的风从墙角穿过。她转身冲向门口，用力拉开门冲了出去。跑到屋外的那一刻，她跌坐在地，剧烈地喘息着，双手捂住喉咙，胸口像是有一团烈火在燃烧。古屋的大门在她身后悄然关上，连带着屋内的所有声音一同归于沉寂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。但苏妮知道那不是幻觉。她颤抖着摸了摸自己的肩膀，指尖触碰到一片微凉的痕迹，皮肤上赫然印着5道清晰的手印，焦黑而刺痛。她盯着古屋的门口，心中满是疑问和恐惧，但她同样意识到这个地方的秘密远不止于此，而她已经成为了诅咒的一部分。苏妮的尖叫回荡在空荡的客厅中，她的身体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倒在地，手电筒从手中滑落，光束恍惚地扫过房间，伴随着她倒地的声音，墙上的镜子也哗啦一声碎裂开来，裂纹彻底蔓延，玻璃碎片如冰凌般散落四处。苏妮喘着粗气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心中充满惊惧。但当他的视线落在散落的镜子碎片中时，却意外地捕捉到了一些隐藏的线索。镜子背后的墙壁上隐隐刻着几个泰文字符，斑驳却清晰，冤有头。这有主这几个字像是一声低沉的警告，也像是一道闪电，瞬间劈开了苏妮脑中的迷雾。苏妮坐在地上，盯着那几个字符，脑海中快速回想起她查到的档案和古屋的传闻。那个满身焦痕的女人不是在针对她，相反，那个女人的眼神中似乎藏着一种深深的恨意和哀伤。那并不是对她的敌意，而是对某个未解之事的执念。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站起身，拿出笔记本再次梳理线索。商人，他的妻子，家庭争执，突如其来的火灾，这些断裂的碎片在他脑海中拼凑成一个模糊的轮廓。最后他想到那个引起他注意的传闻，商人的妻子可能与某个外来男子有染，争执发生后导致了火灾。他的手指快速翻动档案，
终于找到了一条被他忽略的信息：火灾发生前，有邻居目击到一个陌生女人曾频繁出入古屋，那是商人的情人，一个不被记录在案、不被提及的名字，却可能是这场悲剧的关键人物。苏妮根据线索追踪到一份更详细的档案记录，最终确认那个神秘女人是商人从外地带回的情人。他曾与商人的妻子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，事情的细节虽无从考证，但火灾发生后，他的踪迹就再未出现。苏妮的心脏越跳越快，她猛然意识到，那场火并不是商人或者妻子的意外失控，而是这名情人一手策划的。一个冷酷的念头出现在他脑海中，商人的情人为了争夺地位或者掩盖自己的身份，可能点燃了大火，试图毁掉一切。然而他并未预料到，火焰吞噬了整个家庭，却让古屋成为了一个埋藏怨念的诅咒之地。苏妮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些泰文字上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他终于明白了鬼魂的目的，那个女人的灵魂并不是要伤害他，而是借他的到来揭开埋藏多年的真相，找到真正的债主。苏妮没有再回古屋，而是将调查引向了最后一个线索，那个商人的情人。他找到了一位了解内情的老邻居，对方告诉他，火灾后这名情人仓皇离开了泰国，去了国外生活。几经辗转，苏妮查到了他的下落，一个偏僻的乡村，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地的选民名单上。这个名字让苏妮不寒而栗。在之后的报道中，苏妮将古屋的真相公之于众，那些无头的传闻和灵异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被烧毁家庭的惨烈结局。他的报道不仅揭开了商人情人的罪行，还唤起了公众对古屋诡异历史的反思。但即使真相浮出水面，苏妮始终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凝视着他。有一天晚上，苏妮翻看他完成的报道，心中终于感到一丝安慰。然而当他起身准备休息时，身后的镜子突然微微晃动。他定睛一看，镜中是他自己，但他的肩膀上隐约出现了一个焦黑的手印。他愣住，耳边响起了一句模糊的低语。还没结束，苏妮没有再犹豫，他联系了一位泰国著名的灵媒，决定为古屋举行一场驱灵仪式。灵媒告诉他，这个地方的怨念太重，单靠揭开真相并不足以化解那些被困的灵魂，必须通过仪式将他们送往平静的彼岸。驱灵的那天，天阴沉的仿佛夜晚提前降临，乌云压得低低的，风穿过荒地，带着让人不安的男声。灵媒在古屋中央摆放了几样法器，包括一尊佛像和一些香烛，还撒下了一圈白色的盐，划出结界。苏妮站在一旁，手心全是汗。她知道自己已经走到这场冒险的最后一步，但心中仍有挥之不去的紧张感，或者说是一种即将揭晓未知的恐惧。随着灵媒开始诵念经文，古屋内的空气仿佛变得更为凝滞，香烛的火焰开始剧烈摇曳，墙上的焦痕像是被点燃一般，逐渐散发出一阵阵浓烈的烧焦气味。苏妮忍不住退后一步，灵媒却示意她站稳。他们来了。就在经文诵念达到高潮时，屋内温度骤然下降，四周的空气中浮现出一道道模糊的影子。苏妮屏住呼吸，看到影子中逐渐显现出商人的妻子和孩子的轮廓。妻子站在中央，满身焦痕，眼神中没有了之前的愤怒和怨恨，而是带着一种平静的哀伤。孩子依偎在他身旁，紧紧抓着他的裙角。灵媒加快了咒语的节奏，火焰猛然升高，那些影子开始慢慢退去，像是被吸入某种看不见的深渊。就在他们即将完全消失时，妻子的影像微微转过头，看向苏妮，嘴唇轻启，声音微弱而低沉，谢谢你那一刻。古屋内的风彻底停息，香烛的火焰稳稳燃烧，空气中的压迫感仿佛瞬间散去。灵媒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疲惫地对苏妮点头。他们已经走了几天后，苏妮回到了古屋。这一次她没有带设备，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门前。古屋依旧破旧，
但周围的气息已然不同，曾经的阴冷和压抑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静的、近乎温暖的宁静。他鼓起勇气走进屋内，发现那面曾无数次带来恐惧的镜子已经完全破碎，墙上的胶痕也淡化了许多。他觉得古屋终于不再是那个充满怨念的地方，而成为了一段历史的遗迹，一个可以被遗忘的过去。苏妮将自己的经历制作成了一期特别节目，标题是《古屋的诅咒与真相》。节目播出后迅速引发了轰动，它不仅揭开了关于古屋的灵异传闻，还曝光了隐藏多年的真相，甚至间接促成了商人情人远在国外的被捕。一夜之间，苏妮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记者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她的经历，而观众则对她的勇气和智慧大加赞赏，她的名字成了灵异探秘领域的代名词。然而，在所有的掌声和荣誉背后，苏妮一直隐瞒了一个细节，也是她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那是在她离开古屋的最后一刻，当她站在门外的荒地上，回头看向那座房子时，她分明听见了一声低语：“谢谢您”的声音清晰而温柔，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重量。她抬头望向2楼的窗户，窗帘微微晃动，光线昏暗的窗格后，有一个熟悉的黑影静静伫立。那是商人的妻子，或者是他残存的一缕执念。黑影并没有敌意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苏妮，仿佛在目送她离开。他知道，他为这座房子做了一切，但他的故事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结束。苏妮从此成为了灵异领域的传奇，但她的经历也提醒世人，人性之恶与怨念，往往比鬼魂更令人恐惧。而真正的驱散恐惧的力量，或许不是逃避，而是面对。古屋的窗户在风中轻轻敞开，仿佛在低声述说那些隐藏的真相，仍然是它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而苏妮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，注定会将这个故事铭刻在自己的记忆深处，永远无法忘却。